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4天前，阿哲第一次讲到 HMS， 我们谈到的是它有波段大底的可能，而目前短线已经上涨了11%，这个可能性好像在慢慢放大。APP 也如期新高，但现在可不是追涨的时候，最好的买点在上个月。特斯拉也是重点关注对象，但压力位滞涨回调，要寻找再次的买点。昨天美股又出现了决策假阴线，后市如何看待？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会用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照常有关指数的解析，阿哲会讲到有关日线决策假阴以及30分钟的交易买点，包括我们照常还是会讲一下今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你要看到哪些点位。在第2和第3部分，我们来到个股解析，阿哲会讲一下有关特斯拉、HMS 和 APP 3个维度的分析，那么重点会解析这3只股票。目前的特斯拉在日线出现了我们的负线，也就是乌云盖顶形态，短线呢是有所风险。而 HMS 它当下虽然短线上涨了11%以上，那么它也出现了黄 K 的日线风险信号。我们正常是波段看涨，但短线有一些风险信号，阿哲呢也需要做一些提醒和观点的更新。那么 APP 在新高之后出现了周线上的风险信号，所以当下呢不是一个好的介入点位。那么这3者依旧是波段看涨，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买入点。而第3部分呢，我们讲一下有关以下个股，分别呢是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LTR、Coin、TER、科威、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个股的解析，希望对您呢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时长，那么阿哲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这一个3角形按钮，点开之后呢，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的时间轴，那么您可以选择您最喜欢的内容去观看、去收听。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1部分，什么叫做决策假阴线？我们先看到这一个图表，这个图表上呢是纳斯达克指数的量价图最近的行情走势啊。昨天呢最新是一根阴线。那么什么叫决策假阴？很简单，就是一根放量的假阴线。所谓的假阴，就是它收一根阴线，但具体的收盘价比昨天却是抬高的，所以这种叫假阴线。那么这种假阴线呢，出现的频率还不少，但是也还算稀有。所谓的放量，它只要比昨天有所放量就行。但是正常来讲，如果是高量的这种阴线啊，它的决策效果一般会好很多。好，那这一天呢是放量的，同时它是一根假阴线，收盘上涨收阴线。好，那么它就是决策假阴。那怎么去用这种决策假阴呢？很简单，它只要后面收一根阳线，出现在这根阴线的实体开盘价之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看涨的。或者说后续呢有价格能够出现在它的开盘价之上收阳线，我们认为后市看涨，至少短线是看涨，说明在这种决策假阴之后，我们的决策是做多。而如果在它的收盘价之下收一根阴线下跌，那么这种决策我们一般会短线看跌。那看到前面的这一个位置，它呢是一个相对大量的阴线，这种效果就比较不错，并且阳线的收盘价在决策假阴的实体上沿它的开盘价之上，所以这里呢决策方向是短线依旧能够看涨。那包括这一天它的底下也是放量的阴线，那么后续的阳线是收在它这根 K 线的开盘价之上，所以这里短线依旧是看涨的。那么后续其他的阴线都不是放量的决策假阴线，基本都是正常的下跌 K 线。当然这里呢阿哲有一个标漏了，那么这一天是不是也是决策假阴线？它呢当天是上涨，底下呢是放量，而后它也是决策假阴。那么它的一个第2天的阳线，它是没有收在这根决策假阴的开盘价之上，所以不能够简单看涨。而这一天的阴线是收在它的一个决策假阴收盘价之下，所以这里呢短线决策是要小心风险的。那么决策假阴很简单，也很好识别，但是效果呢，阿哲认为是在短线上比较不错的。你看到昨天这根 K 线，它也是上涨的，也是阴线，而底下也是放量，并且量能放的是不小的。所以这一天它的实体上下沿作为关键的价位，收盘价在这一根 K 线的实体向上，那么方向向上看，否则向下则向下看。那么这里的方向最好是以阳线收和以阴线收来去判定会更好。
如果是再次收出上涨的阴线，那么我们正常要继续等待阳线的产生，才能够向上去看。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有关于决策假阴线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30分钟的买卖点。在最近的行情广播和盘前解析当中，我们都讲到很多次30分钟如何去分析，如何去看。而目前你所看到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30分钟图。我们曾经在这一个下跌的时候，通过白 K 的突破，那么去把握到这种上涨；回调时呢，通过蓝 K 的突破去看涨这一波行情。那么最近是不是又出现了下跌，又是蓝 K 的突破，所以股价呢又再次出现上涨。而昨天的盘前广播，我们讲到要小心黄色 K 线。黄 K 呢，就是一种风险信号。阿哲有时候在日线，有时候在30分钟都会去看。一旦出现黄 K， 就说明这一波上涨它已经进入到了本级别相对风险的价位。它不一定它会跌，但是一定不作为我们具体的买点的那根 K 线。一旦出现黄 K 消失，跌破它的低点，那么这里就是调整的开始。但我们也很明确说到，只要这个调整不跌破这个飘带，那么就正常还是跟前期的这种回调去看。它都还是正常的，只要不击穿飘带就行。那么打到飘带有蓝色 K 线，它只要蓝 K 消失再突破，那么日内将会构成买点。而这个买点一旦形成，那么日线上决策假阴线也正常会出现看涨的信号。我们要小心的一种动作，就跟前期这里一样，股价呢本来是正常的波段看涨，指飘带100基向上也是 OK 的，但突然之间出现了黄色 K 线的破位，而这波破位呢，它的调整力度是极强的。这里直接跌破了飘带，而后跌到170之下，反弹无法站上170，同时受到黄色飘带的压力，所以股价会延续下跌，直到后续的一波反弹能够击穿飘带为止。那么你会发现，目前是还未击穿飘带，所以当下的调整还算正常。你可以因为黄 K 而后去有所减仓，但是又蓝 K 如果能突破，继续能够波段看涨，这是30分钟目前走的一个波段上涨形态。而当前没有因为昨天的假阴线而产生风险和趋势的破坏，所以当下呢还是 OK 的，整体的上涨。以上呢就是关于决策假阴和30分钟的买卖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听到这您是老同学，甚至呢是财神朋友，那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一个爱心，您的一个点赞。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视频底下点开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评论。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今天刚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如果有所收获，那么阿哲也比较希望您能够点击订阅按钮。那么点击之后，它会显示已订阅，那么说明呢，您就成为了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您再把这一个铃铛给打开，那么未来每一次的行情观点、盘前视频，您都可以首先得到阿哲和频道的通知。那么有关于我们的粉丝订阅福利，您也可以在首页的链接当中可以去进行领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第3部分呢会讲到日内撑压，阿哲一般会在盘前的视频当中和行情广播当中给到指数以及某些个股他们当天的支撑和压力位。那么像今天的行情视频，阿哲除了讲到指数的撑压，还会把后续的个股的撑压也在每一次分析当中呢去给到。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图板呢，它的左侧就是阿哲平时所发布的美股盘前的广播。我们看到这里，这是9月8号所发布的盘前信息。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找到助教老师，那么就可以在未来1个月内都可以免费领取到这条盘前的广播信息了。它呢会比较及时，阿哲呢是每天更新。在9月8号的盘前解析当中，有讲到阿哲刚才所讲到的那个30分钟的交易点的问题。刚才我们是做了一个更新，今天盘前呢，阿哲也会再度的更新。对于个股的短线以及波段上阿哲呢也是经常呢会去进行一个做出更改。那么最近的 HMS包括特斯拉以及阿斯麦包括 AMD 的空方，我们也会在里面呢去时常的跟踪去关注。那么像下方的第3部分，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点位的判定了，一般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那么像纳斯达克指数呢，昨天的点位就是这2个。那怎么去用到这些点位呢？它又能够给我们什么提醒其实很简单，您就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因为阿哲这条信息呢是盘前去发布的正常呢是在香港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左右去发布。那么您只要看一下当天美股的收盘价和阿哲盘前给到的点位它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收盘价呢在高点压力之上，那么说明多方强势突破压力；而如果收盘在低点支撑之下，说明空方强势跌破了支撑。那么以此呢可以去绘制出这样的红绿灯的图表。那么看到图表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
那么有些 K 线底下如果有绿色的灯，那么这个呢叫做多方强势 K 线，它说明阿哲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是被突破的，那么短线可以去看涨。那反之，如果出现红灯 K 线呢，说明当天我给到的那一个支撑点是被跌破的，空方比较强势，要小心调整的风险。当市场在出现绿灯和绿灯的持续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去看涨。当然出现了黄 K 的时候，就要小心风险。而再次出现绿灯的时候，就说明多方强势，再次注意短线机会；再次出现红灯时，小心调整风险；出现再次的绿灯时，我们去关注短线的机会。所以它整体呢不是一个抄底逃顶的一个指标和信号，但是它可以让我们去把握到一些该由我们去把握的一些右侧的行情。那目前的股价走势啊，它呢一直保持了绿灯的形式，说明股价呢还是比较强势的。昨天收盘价呢又在这个预测高点之上，所以它又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今天的预测值呢是21,896.85以及21,787.47，那么这两个价位差不多就是昨天假阴线的高低点附近。好，那么结合决策假阴线的判定，我们认为如果今天收阴线跌破预测低点，并且出现红灯，那么结合决策假阴，那么这里方向看跌的信号是比较强烈的。反之，在这之中收盘以及在这之上收盘，对于红绿灯来讲都还是看涨，但对于决策假阴来讲，只要收阳线啊，在这一个实体之上就能够达成再次的看涨条件。所以当前的红绿灯 K 线，它的一个关键值是比较靠近的，稍微有所大波动，基本上方向就会延续，甚至呢会有反向。所以当下要注意，今天小心收盘价跌破21,787.47的情况，一旦实现，一旦出现，并且是阴线，那么这里我们将认为它会是一个短期的高点可能，特别左侧呢还是一个前高附近，所以本来这里也容易出现假突破，所以要小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旦出现短线在这里是要进行落袋为安的，目前呢还维持看涨，因为风险的信号 K 线还没有产生。这就是我们根据红绿灯能够判断到的行情和它的关键点，每天呢都会去更新。如果您是刚订阅阿哲同学，您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到这个盘前解析，那么阿哲教一下大家，您点开我们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点开之后呢，你会看到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评论当中呢，有一条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而后给他发送一个盘前啊，他呢就会告诉大家如何能够去领取到粉丝该有的福利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有点繁琐的话，您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的符号啊，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点击之后也可以快速的找到助教老师，那么都可以这两种方式。不过这里阿昭强调的一点就是，盘前广播信息呢只是文字提醒，如果您真的想要在订阅阿哲之后，对技术分析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进展和学习，阿哲是比较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福利的第二种。一般订阅粉丝同学呢会有2重福利，阿哲会进行赠送。第一个呢就是盘前解析啊这一个点位的预测，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的进阶知识一些不公开的内部直播课程，会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进行一个分享。阿哲觉得这一份福利呢，对您的帮助可能会比第一重福利更加大，并且影响会更加深远，它会真正的让你有所成长和学习。而根据这一个内部直播的内容，一般阿哲是每月啊每周我们的课表都是有所不同、有所更新的。那么像我们近期的一个课程，本周的课程9月8号开始，9月13号结束。那么这一套课表呢，就是本周你可以在订阅阿哲之后学习到的内部的直播课程。您找到朱老师之后呢，可以跟他报名参加，而有一些错过的课程，你也记得跟他拿一下回放，可以进行一个回放的学习。刚才第一部分呢，我们对于指数啊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解析了，具体怎么样去走，我们的方向可能会选择向下和向上。而第二部分就是对于个股的分析。那假如指数在这个地方选择是向下的一个变化的信号的话，你要小心很多个股的买点你要去弱化，很多个股的卖点你要有所强化，做空或者说相对的高抛将是作为主基调。而一旦出现的是向上的信号，那么很多个股的买点就作为主要的一个关注方向啊，这个呢指数的方向影响个股的决策，这一点要注意。我们来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呢还在走一个震荡的走势，虽然它脱离了前期的这种收敛状态，但它目前也走出了一个向上的这种通道型的运行。前期的这波下跌确实是单边的，股价上行时也确实再次新高了啊，比起前期的每一波调整都要来得果断，并且直截了断。所以这里的空方和多头的变化应该是多方在逐渐变强。
哪怕我们抱着它多头就这样啊，就这种力度的一个情况下，它正常应该也会出现这种通道型的上涨，那么也是每次的回落以买入去建仓为主。那么它只要不跌破这个通道线啊，整体的上行趋势线，那么整体的一个波段上涨看涨的一个角度观点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而直到它方向选择加速以或者是破位为止。那么当下呢，它遇到了左侧的很多压力，是吧？之前这里啊这个地方，包括这些位置，它其实都是一个压力区间啊，有很多的套牢，所以每次遇到这个地方呢，就容易有回落。那么回落的力度你要去关注，第一次回落是这样的啊，第二次是这样的啊，第三次是这样的，是不是回落的力度呢在变弱？所以这一次呢，有可能它都可能不调啊，哪怕调，它这个缺口不一定会补。好，所以股价只要不完全回补这个缺口，那么在这种位置所产生的任何止跌机会都可以作为一个买点。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多方在走强，那么迟早要越过这一个筹码密集区，而去让前期套牢完全的释放。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呢，我们所看到是它的日线图表，在特斯拉的走势当中，你会发现从低位的绿灯到目前它走出了红灯，那么红灯 K 线呢是不太好的，它呢仅次于这个黄 K 啊，黄 K 呢是最风险的一种信号，红灯呢相对次之。在上涨趋势当中出现的红灯 K 线，很多时候可以去弱化，因为只要飘带不跌破，它的红灯很多时候就是对于飘带的一个乖离的修复而已，前期都是如此。好，所以这一个红灯呢，我们要注意它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是一个创高收低，它是一个负线啊，它是一个吃掉昨天阳线实体的一根阴线，所以下跌力度呢是有的，但它因为是紫色带，并且离得不远，所以风险有，但是只是短线风险。我们更多的去找一下紫色飘带附近能不能出现止跌买点，而这个位置飘带的上沿它是339.632，这附近所产生的绿灯是你要关注的一个买点信号。那目前的红灯呢，要小心风险，而我们的一个预测值在今天预测的低点支撑是338.82，预测高点压力是352.42。如果今天不出现有效的回调，而是直接收盘还能突破352.42，那么会出现一个红灯转绿灯的样式，结合它的趋势整体没问题，那么这里呢将会再次出现看涨点。而如果继续保持红灯，保持无灯，那么这里就等待一个飘在附近的绿灯买点即可。以上呢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HMS。那么 HMS 呢，我们依旧还是简单说一下当时怎么选的，还是很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跟选 APP 是一样的，就是170天线。那170天线呢，在这附近只要产生了一个有效的上行，就长时间股价都在170天线上去运行，那我们可以认为170附近呢，只要筹码堆积，那么只要呢出现的是不有效的破位，它回到这附近都可以有可能产生趋势大底。那像之前的 HMS 啊，包括这些位置其实都有，现在是不是也类似啊？它跟上一次有点一样，就是在这里出现堆积了，就 K 线的一个堆积粘合。好，它这里也产生了，后续目前也脱离了，是不是整体我们可以按照这一波走势来去复刻这一波的走势？当然它不是每一波都一样啊，那有时候可能走缓，有时候可能走急。走缓的话呢，反而可能会走得久一点；走急的话呢，可能就是短线上冲。所以当下的走势啊，短线呢已经出现了这种上冲，补了左边的一个缺口。那么当下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收盘价收到缺口之上了，只有长上影线，有点要短线注意而已。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以170呢作为波段的大底，跌破170之前，我们依旧认为啊，这里呢是一个有效止跌，并且可以作为趋势波段的主升行情的一个低位去关注。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的 HMS 日线上呢是出现了一个资金的流进啊和这个低洼区的显示，我们之前也是因此去选出它在170附近的这种行情，因为前期啊也是如此。好，那么现在它在170附近呢是止跌了，没有有效跌破了啊，都没有跌破2根，目前出现连续上涨，也是绿灯的一个范围，只是它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代表本级别啊出现了一个风险的信号，那么这个风险呢，之前这里也产生过，然后被跌破之后呢，产生了这种破掉啊这个飘带往170去靠拢。那当下这个飘带呢已经被击穿，已经被突破，那么你要注意的就是突破之后的往下回踩是不能跌破飘带的，如果跌破飘带是很难去转为这个紫色带的，所以价格的走势它一定得要受持有支撑。那飘带的一个上沿是47.2，它的中轨是16.2，那么下尾是45.2啊，差不多呢就是45、46、47啊这3个位置组成了这一个空方飘带，而这个飘带在后续如果黄 K 消失、黄 K 调整发生的时候，它是应该有所支撑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有支撑，然后再去的看涨。所以短线如果你说我错过了这一波就错过了未来可能的趋势行情吗？并不是的。如果它真有行情，它不会因为几天 K 线的上涨就错过。所以价格后续只要有回踩有止跌啊，那么依旧呢可以看涨，那么等待下一次机会就行。错过的同学等下一次。目前呢肯定不是买点，因为目前是一个黄 K 附近不作为买进的 K 线。我们再看一下预测值，如果黄 K 加红灯产生啊，一般这种下跌啊，比如说这里啊，这个黄 K 加红灯啊，一般哪怕没有跌破也开始要小心了。所以这个地方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49.365，高点的压力是51.86。如果出现跌破49.365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认为啊，它红灯啊，那么加上黄 K 啊，它这个调整还在延续，还要小心。所以这是 HMS 我们的一个波段的观点啊，依旧呢没有变，只是呢可能有回调需求而已。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PP 的走势相对来讲就还是保持了强势，这一波上升啊上行的突破，把左边的高点基本上给有效的吃掉了，因为是缺口加大幅的这种上涨。好，而且上涨的时候呢，它也没有说出现很长的影线，所以当下我们还是保持之前所说的这一波回调啊，只要在这一个区间缺口之上啊，我们整体还是说它依旧能够波段看涨。当然，你说这里能不能去买啊？肯定不建议啊！大幅缺口之后出现回踩去补缺口是很正常的。而这里如果是衰竭缺口，就类似于前面这里，是吧？如果是快速被回补的，那就更危险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只能说去找止盈的机会，因为我们是前期在这个地方去讲到的。好，那么这里呢，你去找止盈机会，等到后续回调时呢，你留有底仓再去加仓，那么再去买进就行了。底下的支撑我们后续会讲到，你也可以用飘带去把握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那对于这种趋势标的，我们更多的要看飘带，像前面这里是黄色带啊，黄色带和这个170靠近，是不是跟 HMS 目前很像啊？那么 HMS 目前就等这个动作啊，突破之后回踩是紫色带，那么就 OK 了。好，那当下的一个 APP 它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跟踪了很长一段时间。好，那目前就是趋势会不会走到末尾，还是它是新的行情呢？我们无法去确定。但我们要说的是，只要飘带不破，那么这个波段行情就依旧看涨，只是在高位啊出现某些的信号啊红灯的时候你要小心。那现在会不会出现红灯啊？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541.37，跌破这个价位啊，它才会有红灯。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明显的高位回调风险，你要小心。那么它的高点是压力561.17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就是 APP 啊，它虽然日线上没有黄 K， 但是它在周线上啊是有黄 K 的。周线的黄 K 也不是说一定会跌啊，只是说周线黄 K 你再去买，相对于周线来讲，本身也是有风险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周线的黄 K， 前期这些位置也是周线黄 K。当周线进入黄 K 时，你要特别小心出现的红灯 K 线，而这里又是远离飘带，如果这里你去买，那么后续回调时你就很尴尬，那还不如等黄 K 消失，风险调整完，你再去介入，你再去买会更好一点。以上是特斯拉、HMS、APP 三只股票我们的分析。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会有比较多的个股解析，阿哲就简单我们把它的趋势飘带，把它的红绿灯，它的一个具体的预测值告诉大家，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图表。那么英伟达呢，之前趋势太强了，所以它的一个飘带呢和170离得比较远，它不调的时候还好，如果一旦发生回调，那么它的空间就会比较大。它要回到170附近的话呢，它的一个跌幅将会非常的恐怖。所以这个地方你一旦发现飘带离170很远了，这个时候任何跌破飘带的行为，出现紫色变黄色的行为都要特别小心。好，那目前出现的就是频繁的红灯、绿灯、红灯、绿灯。但我们知道啊，在紫飘带上，红灯很多时候就不作为特别关注的风险信号。在一个黄飘带下呢，绿灯它的信号也会变弱。所以我们在紫飘带上关注的是回踩飘带的一个绿灯买点，而在黄飘带下呢，关注的是反弹出现的红灯的卖点。比如说红灯出现的时候，你要关注的是它的卖方，而出现绿灯时呢，以反弹先作为关注，除非它能够持续的出现绿灯，甚至呢未来能够像我们之前说的阿斯麦呀，像 HMS 那种对于黄带出现快速的强劲的反
攻反弹啊才可以。那目前很明显离得远，所以最多呢就超跌反弹。那究竟能不能反弹还不确定呢，所以你要根据它的一个红绿灯的延续性去看。目前呢是由一个红灯转绿灯，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点吗？短线超跌反弹来讲是可以的，但波段来说呢，只能说看一个反弹。好，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67.83， 高点压力 171.44关注这两个数值。飘带的下轨目前在哪里？大概是 174.5 附近。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BGO 博通呢，它是走了一个大幅的高开而低走，是吧？整体受利好消息之后呢，出现这种明显的反馈，而昨天出现一根长上影 K 线，它目前是一个晕线高位晕线，那么要特别的注意了。我们对于晕线的判定就是，价格如果一旦跌破这个低点，那肯定会有红灯。好，那么它呢会往飘带去运行，那么出现这种晕线下破，则要看跌了，只要看回调了。那当下呢，晕线还保持的话，它就以震荡选择方向为主。晕线是无方向的一个 K 线，价格走势如果出现向上的突破，阳线突破阴线高点，那么晕线上破则继续能够看涨。这是对于博通来讲，如果你要看短线，可以这么去看。对于趋势波段来说呢，还是 OK 的保持没有什么问题。它中间虽然有出现这一个黄带，但是后续呢也涨上去了，没有说受到什么压力，所以才能够产生这种不算有效的破位它呢只是略微的洗盘的力度较强一点。目前依旧是止带，那止带出现，如果真的选择下破回归止带附近，那肯定呢可以去找买点，但不是现在所以目前可以看运线的走势。我们再看到红绿灯，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343.45， 高点的压力呢是 356.366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呢就还在黄飘带下运行，它呢没有绿灯依旧是红灯。我们说在黄飘带的运行当中，只要不是强势的突破飘带，那依旧呢还是以反弹看待。出现的任何的一个红灯遇飘带出红灯，是不是做空点？我们之前也是以此去开始转空的。好，目前呢依旧还是一个红灯。那红灯走势之下，它的任何上涨反弹都是反弹。那么飘带呢都作为压力一旦出现红灯都是做空点每只个股你都可以这么去看，只是呢有些个股可能出现之后呢，并没有说主要作为做空点，像 PLTR 等个股所以主要呢还是讲到了 AMD 的这种转空的信号。那目前依旧还是出现红灯的结构，没绿灯之前呢，整体做空的一个仓位呢是不用太多的变动，或者说还没有那么着急止盈。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50.315， 高点的压力是 153.734注意这两个价位。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Circle呢基本一眼过去就是这样了一个黄带下持续的下跌，那反弹出现这个红 K， 反弹出现红 K 红灯，反弹出现红灯基本上都是一种下跌时的高点信号。那出现的绿灯呢，很多时候就一根之后第二天就立马转为红灯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做多的机会。对于这种黄色飘带你如果买点不严谨的话，很多时候你记得买了之后有赚要跑，因为它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对于趋势交易者、右侧投资者来讲，这种股票一般就不碰了，你可以等待它强力的击穿，像 HMS 等个股一样强力击穿黄带，回调时去找它的黄带支撑去买，博它由黄带转为止带这呢是 OK 的趋势交易的行为。那么目前你说在这种位置去买呢，肯定只是博它的一个超跌反弹。一般来讲，超跌反弹呢就有限的空间，看一下黄带的下沿是多少，目前在 127.286 附近这是黄带的下沿，作为首要的目标、首要的压力位。而当下呢还是一个连续的红灯的范畴，红灯和无灯，没有出现绿灯。我们看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107.39， 高点压力是 115.12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它差不多类似是我们所说的空方的一种信号，就是反弹出现了红灯，反弹出现红灯这里出现绿灯，但整体不是强势 K 线，所以你可以首先要关注好它会不会继续走强，继续走强得要突破黄带才行。它离这一个压力 158.753趋势带的压力还是比较近的，这里呢所以经常出现上影线，它得要去突破飘带回踩支撑，你才能够看涨。对于左侧来讲，这个位置哪怕你有时候去买进，也只能用超跌反弹去看。右侧
你要等变成紫色之后的回踩会更加安全。在这种黄飘带的时候啊，你做波段的仓位不要放太多，甚至呢这种股票还在黄色带，你甚至都可以先不去看，你最好买紫色带的多头。你如果买黄色带，你只能以超跌反弹短线去看。那目前它的预测值高点的压力是 158.93， 低点的支撑是 155.47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一组股票是 Coin 呢就还是处于这种黄色带，黄色带下它也是经常反弹遇阻，但是它的一个遇阻后的回落力度呢是不算很强的，而左侧这里可以认为是有一个支撑的，底下170呢离得也不像说特别远，但它就是没有启动的 K 线，整体呢走一个类似于下降的收敛的形态。那它能不能出现明确的把这种飘带给击穿呢？是有机会的，因为飘带目前在走窄，它已经收敛到一定程度了，这个地方它肯定会有一个爆发，这个爆发的方向是哪里？如果往下爆发，那肯定呢不建议做空，因为170离得很近，稍微加速一下就到了支撑位了，所以往下爆发没有什么好参与的。这里是一个运线，一旦往上爆发，它很容易把飘带带窄，后续的回调将是机会。所以对于 Coin 这类的个股，它有黄带，但是压力不深，每次回落时还能扛跌的，是有机会出现黄带的扭转的。这里很容易出现爆发的向上，选择大阳线的先突破向上。我们看一下预测值，预测的低点支撑是 299.675， 高点的压力是 309.125， 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TER 呢也是一个飘带，紫色向上。如果你要做波段的多头，那你找这种股票回调时出现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绿灯这附近呢去进行交易。现在呢就是也是前期的这个红灯转绿灯之后是吧，出现了上涨。目前呢出现了红灯，但是我们说过波段的走势之下出现的红灯一般呢可以被弱化，你可以认为它是对于飘带要有一个回踩，只要不是有效跌破飘带之前，很多时候就找绿灯，下次绿灯去买进就行。红灯呢你说可以作为一次减仓信号是 OK 的，但它的力度呢，它的信号呢只是短线的，这一点大家要分清楚。飘带才是真正作为波段投资者去关注的，只要它并没有很明显的收窄或转变颜色，它出现了任何短期的急跌调整很多时候都是再次出现绿灯的买点而已。我们关注它的绿灯何时会产生，预测的低点是 116.410， 高点的压力是120，同时它是一根防守阴线，高点如果突破也可以直接作为一个买点。目前呢依旧是紫飘带，那么主要呢是以做多为主，而不要去随便做空。下一只股票是 Core 位下跌时出现了绿灯 K 线，仿包阳线很强劲，跟左侧这里一样，可以看一个反弹。但是否能够波段看涨，我们得要关注一下，是否能够像前面这里很强势的突破这个黄色带。但突破黄色带不代表就一定会转势哦，它这里后面的下跌是直接大阴线下砸穿了，所以这里就不行，依旧呢还是下跌的。黄色带的反弹有机会出现高点的时候，一般就是黄 K 和红灯，是吧？出现黄 K 和红灯，这种就是一个下跌行情当中你要去注意的。所以你说这里出现了一个绿灯，可以买吗？可以作为看涨点，但它的空间可能还不如之前，因为这里呢它已经很靠近了。但好处呢就在于靠近的黄带是容易被出现击穿的，但靠近的黄带呢，一般我们以上沿作为压力 103.778， 它的中轨呢是 99.308所以这两个地方呢作为强压力，因为它的飘带靠近了嘛，跟之前远离是不一样的。远离飘带时往上走就先看下轨，再看中轨，再看上轨。所以这个地方的反弹呢是碰到了下轨就滞涨回落了。现在呢离得比较近所以你可以看中轨和上轨会不会遇到滞涨。如果依旧保持强势绿灯，那还可以看涨黄 K 或者说红灯的出现，再小心。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91.096， 高点压力是 98.624关注这两个点位。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呢价格出现了很强劲的上涨，它呢在补前方这个缺口。我们是不是说过出现了一个倒行缺口，两个倒行缺口，所以它的多头是很强劲的，再加上它的飘带是一个紫色的，170也是在靠近的，所以这种走势下就有机会是趋势大底。我们很多只股票都是用这个方案去找去选的，不管是做多做空都可以这么去看，做多的就找回调的，做空的就找反弹的
啊，都可以找这种密集区去做。好，那目前它是不是也出现了这种 HMS 一样的突破强势，然后回来没有跌破飘带，是吧？飘带呢转为紫色啊，那么这种位置呢有支撑，都是可以寻找买点的。它目前走到这里了，连续的每天都是绿灯极强势的短线走势，小心红灯出现啊，因为它这里已经在缩短了实体。如果红灯出现回补缺口，这里要小心一波比较强的调整要出现。如果没有，依旧保持绿灯，就依旧还是看涨，只是目前的走势有点透支波段空间，更像是要短线走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791.5，高点压力是803.4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APL。ALPL 呢，它出现了再一次的高位风险啊，就是黄 K 之后出现了消失并且跌破，前面这里也是的啊，上涨一波黄 K 消失跌破风险啊，黄 K 消失跌破风险，那么风险在于它的一个飘带的空间，之前离得高啊，所以风险比较大，这里呢离得比较窄，所以也还好，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啊，你最好还是要有所减仓才行，因为你不一定它能够直接撑住。如果直接跌穿就比较麻烦，所以正常出现这种风险信号，哪怕是紫色带，你也可以去略微的减仓，或者说相对的减仓，因为它呢信号要比红灯要强一点。好，我们看一下预测值，目前还是绿灯的范围啊，整体用红绿灯看呢就还 OK， 这个调整就还没有什么太多问题。黄 K 是提前提醒你啊，比红灯的提前。好，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35.205。高点的压力是239.01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是 Meta 出现了一个反弹，遇到了黄带，但是没有过去，而收出了长上影线，并且已经是3天了啊，所以这里呢还是有点弱的，它比指数要弱一些。这个整体的飘带啊是在走成黄色，并且呢并没有去突破有压力的反馈，它的一个上沿的压力目前是在758.683啊，这个压力要涨上去才能构成首次对飘带的突破，再去看回调能不能转纸带，当下是还没有的。一旦在这里出现跌破飘带下沿，比如说750.187被跌破时，这里就是风险，特别如果还是一个红灯 K 线，就依旧是一个高点的信号。所以你要看一下，它不能够去跌破这个黄带的下沿，一跌破就是高点的提醒，有机会呢见到反弹高点。我们看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744.915，高点的压力呢是759.40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保持弱势，整体呢也是170和这个黄色带啊交集粘合。出现这种状态呢，一般就是趋势大底的可能，但只是可能，要有启动信号才行啊。像前期这种位置，一旦遇到飘带和170比较靠近的啊，就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是像这种位置，飘带170靠得很近的啊，要注意一下，它有可能是趋势的一个启动，跟踪飘带，它有可能让你打到一波很大的波段行情。而目前的这种走势啊，怎么说呢？它并没能够去出现明确的一个向上信号，是吧？它这个位置的运线呢，下坡上坡一直在震荡，不太好看。所以最好还是右侧去看吧，这里左侧去买的话呢，相对激进一点，但是不是说不行啊，这个位置还是 OK 的啊，趋势低位低洼区整体没什么问题。你可以以左侧的这个低点作为防守啊，然后呢左侧去看涨也行，因为目前也是绿灯嘛。好，只是风险会大很多。目前低点的支撑319.902，高点的压力是331.498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啊，谷歌呢也是出现了黄 K 了，黄 K 之后呢消失，但是没有去跌破它的一个实体下沿，没跌破就还好，是吧？如果跌破了，就是回调到飘带附近的一个预期，没有跌破有支撑就还行。那看到这里没有跌破就还 OK。好，这个地方因为离得比较远啊，如果这里一回调飘带的话，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回吐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你要关注一下这个黄 K 后会不会跌破，跌破红灯都要注意，可以做波段的减仓，而且减的呢可以多一点，因为它的调呢有可能会调得深一点。好，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31.61，高点压力236.28啊，关注这两个方面。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亚马逊，亚马逊啊出现了一个信号，就是红灯绿灯红灯啊，这个信号一般来讲算是变盘信号吧。下一根 K 线如果是收涨，那么我们就看涨；收跌一般就看跌啊。当然这个技巧
啊，大家也可以不用太关注啊，这是阿哲所关注的一个信号。目前来说，你也可以看绿灯，因为红灯之后转绿灯嘛，所以还是看涨的。整个飘带呢，它是一个横盘，然后慢慢的有往上的迹象。这一次的调整呢，开始有支撑。好，那么飘带呢就认为它产生了支撑，后续这里有缺口，所以它不管是往下走，还是继续延续向上，波段还是看涨的，整体还是 OK 的，有点要走出这个趋势了。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234.795，高点的压力呢是238.6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最后我们再看到 SMCI。SMCI 受到170的压力啊，并没有呢出现这种明确的启动信号。虽然有绿灯，虽然有低洼，但是整体的阳线没有说产生很强。我们在这附近170附近啊，还是可以去认真的关注一下它的行情的。只是它的飘带和170还没有说完全的粘合靠近，所以形态上呢差 HIMS 差一点点，而且它的多头没有反应啊。所以有时候同一个形态啊，它的资金选择可能不太一样。HMS 很明显有资金流进，而它呢还没有。所以以这个低点 K 线为防守，不跌破之前还可以看，跌破呢就继续往下看空间了。所以它的结构还行，但是不算优选吧。看一下预测值，高点的压力是40.58，低点支撑39.35。那么这里的170呢，最好能够有一根不错的阳线站上啊，才能够去看，否则这里要是一直是小 K 线的话，就先不要随便进场啊，有可能还有再一步的下跌空间，会偏弱一点点，不算强势。以上就是9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